I got him out of the car seat and I laid him down and so I could get his diapers ready. And somebody said, "Hola," and that's all I remember. And I saw white. And a hearing sound, I fell on the floor. And I said, as I got up, I couldn't find my son. I checked around my truck. And I ran into Big Five. And I asked the lady if she saw a baby or someone with a baby. She said no. It was a happy boy. 2025年8月14日，美国南加州一个寻常的夏夜，一声凄厉的求助划破了宁静。一个母亲声称，她7个月大的儿子在一家体育用品店的停车场被人当场掳走。这起离奇的绑架案震惊了整个社区，一个无辜的婴儿，一对心碎的父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救。案件的起点位于加州尤凯帕市一家名为 Big Five 的体育用品商店。8月14日晚间7点40分左右，一位名叫丽贝卡·哈罗的母亲拨通了911报警电话。她的声音充满了恐慌和绝望。她告诉接线员，她7个月大的儿子伊曼纽尔不见了。根据丽贝卡最初的陈述，她和丈夫以及另外2个孩子当晚先是在附近公园参加大儿子的赶球训练，之后她独自开车带着小伊曼纽尔来到这家商店，准备为大儿子买一个护齿。在停车场停好车后，她闻到宝宝需要换尿布，于是便准备在车后座为他更换。就在她把孩子从婴儿座椅中抱出来，准备拿取尿布的一瞬间，她声称只听到身后有人用西班牙语说了一句你好，随后便感觉后脑遭到重击，眼前一黑，瞬间失去了知觉。当丽贝卡再次醒来时，她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而襁褓中的儿子伊曼纽尔已经无影无踪。他的脸上留下了一块明显的黑眼圈，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他所遭遇的暴力袭击。他惊慌失措地在车子周围寻找，冲进商店里求助，但没有人看到任何可疑的情况。第二天，也就是8月15日，丽贝卡和她的丈夫杰克·哈罗出现在了电视镜头前。他们紧紧相拥，声泪俱下地恳求公众的帮助。杰克恳求大家帮他们找回儿子。他说，昨晚在 Big Five， 妻子在给孩子换尿布时遭到了袭击。他恳切地呼喊，无论是谁带走了他们的儿子，请把孩子还给他们。他强调，孩子才7个月大，只是个婴儿，并承诺确保孩子的安全。这对父母心碎的模样，通过电视信号传遍了千家万户。社区居民无不为之动容，人们自发地组织了搜救队，在商店附近点燃蜡烛，为小伊曼纽尔祈祷。一个看似随机、残忍的绑架案，让整个地区都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之下。警方也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行动，直升机在空中盘旋，警犬在地面搜索，所有人都抱着一丝希望，期待能尽快找到这个无辜的孩子。然而，希望的光芒却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被一团又一团的疑云所吞噬。圣贝纳迪诺县警方的反应不可谓不迅速。接到报警后，他们立刻将此案定性为恶性绑架案，投入了大量警力。然而，调查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丽贝卡报案的时间是晚上7点40分，虽然天色已晚，但那是一个大型购物中心的停车场，车来车往，人流不断。周围还有其他商店，比如一家汽车配件店。一个成年女性被击倒在地，一个婴儿被抱走，整个过程竟然没有任何人目击，这本身就极不寻常。其次是至关重要的监控录像。警方调取了周边所有可能的监控，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Big Five 商店本身的摄像头并没有对准丽贝卡所说的停车位置，而正对着商店门口的一家商铺早已停业。虽然警方从街对面的餐厅、珠宝店等处获取了一些录像，但没有任何一段画面捕捉到了所谓的袭击者或绑架过程。一个幽灵般的绑匪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犯罪，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更让警方感到困惑的是，由于没有任何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车辆信息，这起案件甚至无法发布安破警报，这是一种专门用于儿童绑架案的紧急警报系统。没有警报，意味着公众无法获得关键信息来协助搜寻。随着调查的进行，警方的视线开始转向了报案人本身，丽贝卡·哈罗。
在对他的问询中，调查人员发现他的陈述存在多处不一致性。当警方就这些疑点对他进行质问时，丽贝卡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决定，她停止了与警方的合作，并拒绝继续接受访谈。警方还透露，他们曾要求丽贝卡接受测谎，但她的丈夫杰克替她回绝了，理由是必须有律师在场。一个声称儿子被绑架、心急如焚的母亲，在调查的关键时刻选择沉默，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信号。很快，哈罗夫妇聘请了刑事辩护律师文森特·休斯。这位律师公开表示，他的当事人正在积极配合调查，并自愿上交了手机和密码。他声称，不是哈罗夫妇不合作，而是他们的电子设备被没收，失去了与外界联系的方式。这种说法与警方的官方声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警方在后续的通报中，措辞变得愈发谨慎和引人寻味。他们表示，在此次调查的现阶段，调查人员无法排除伊曼纽尔失踪案中存在谋杀的可能性。谋杀这个词的出现，让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公众的同情开始夹杂着怀疑，媒体的镜头也从寻找一个神秘的绑匪，转向了审视这对行为怪异的父母。案件的走向开始偏离了最初的轨道，朝着一个更黑暗、更令人不安的方向滑去。在社区居民自发为小伊曼纽尔举行烛光守夜，祈祷他平安归来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作为孩子父母的杰克和丽贝卡并未出现在任何一场活动中，他们闭门不出，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哈罗夫妇的细节开始浮出水面，让公众的疑心越来越重。一个关键的疑点集中在丽贝卡脸上的那块黑眼圈上。他坚称这是8月14日晚被绑匪殴打所致。然而，有媒体和独立调查记者挖出了更早的监控录像。一段摄于8月3日，也就是案发前11天，在一家名为沃特曼购物中心的监控录像显示，丽贝卡的同一侧眼睛下方已经有了一块淤伤。另有一名女证人声称，在8月13日，也就是所谓的绑架案发生前一天，她曾在公园里看到丽贝卡和她的女儿，当时丽贝卡脸上就有黑眼圈，并且行为古怪。其他目击者也证实，在案发前几天就见过这块淤伤，并且看起来已经是在愈合的状态，绝非新伤。如果这块淤伤并非绑匪所为，那么丽贝卡的整个故事其根基便开始动摇。她为什么要撒谎？这块伤又是从何而来？另一个令人感到不适的细节是哈罗夫妇在电视采访中使用的寻人启事。在那张打印出来的纸上，赫然写着 Missing Kid 失踪的小孩。对于一个只有7个月大的婴儿，用 kid 这个词显得异常冷漠和非个人化。更奇怪的是，启事上留的联系电话是杰克和丽贝卡的手机号，但在启事分发后不久，这2个号码就被注销了。一个急于寻找孩子的家庭，为何要切断与潜在线索提供者的联系？随着疑点越来越多，一个名为乌瓦尔迪儿童基金会的非营利组织公开宣布撤回他们为寻找伊曼纽尔而设立的$5000悬赏。该组织在声明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无法在良知上动用我们的团队和资源，因为此案中缺失了太多的东西。我们尤其关注的是细节上的不一致，以及母亲突然决定终止与执法部门沟通。我们想不出有哪个孩子失踪的父母会这样做。整件事都不对劲。这个声明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千层浪。连致力于寻找失踪儿童的专业组织都公开表示怀疑，这几乎是对哈罗夫妇无声的指控。警方的行动也印证了这种怀疑。调查人员带着搜查令，多次进入哈罗夫妇位于加州卡巴松的住所。卡巴松是一个相对偏远的乡村地区，他们的房子紧邻10号洲际公路。更引人注目的是，警方在搜查中动用了狮犬，这种经过特殊训练的警犬，专门用于嗅探人类遗骸的气味。狮犬的出现传递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警方可能已经不再寻找一个活着的婴儿，而是在寻找一具小小的尸体。而搜寻的地点正是这个婴儿的家。至此，案件的焦点已经完全转移。杰克和丽贝卡不再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而是笼罩在重重疑云之下的核心嫌疑人。人们不禁要问，
这对父母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而这个秘密，随着调查人员对他们过往的深挖，终于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暴露在阳光之下。当调查人员开始深入挖掘杰克、哈罗的背景时，一个令人震惊的案卷浮现在他们眼前。这个在镜头前为失踪儿子流泪的父亲，手上早已沾染过伤害自己亲生骨肉的罪行。时间回到2018年，当时杰克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瓦妮莎育有一子一女。2018年10月12日，他们仅10周大的女儿因伤势严重被紧急送往医院。医院的检查结果让所有医护人员都倒吸一口凉气。根据法庭文件记录，这名女婴身体多处受伤，包括颅骨和胸部骨折，以及颈部和右腿的软组织或骨骼损伤。法医儿科医生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些伤势与头部遭受猛烈撞击、胸部被挤压以及四肢被扭转的机制相符。医生的结论是，在没有合理重大创伤史可以解释这些伤势的情况下，这些发现显示女婴遭受了严重外力伤害。医生还强调，如果当时没有及时就医，女婴随时可能危及生命。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中，一个细节让警方不寒而栗。警方在杰克的 iPad 上发现了一条 Safari 浏览器搜索记录，时间戳显示为2018年10月13日凌晨1点58分，也就是在女婴被送医之前。搜索的内容是：喂养一个肋骨骨折的婴儿困难吗？一个婴儿在遭受如此重创、痛苦不堪的时候，他的父亲第一反应不是寻求医疗救助，而是在网上搜索如何喂养他。这种冷血和漠然简直超出了常人的理解。在后来的审讯中，杰克将责任推给了当时的妻子瓦妮莎，声称是他搜索的，也是他伤害了孩子。这起骇人听闻的虐童案最终在2023年6月宣判。杰克·哈罗对故意虐待儿童的重罪指控表示认罪，然而他所受到的惩罚却轻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被判处180天的治安官工作释放计划，一个为期4年的缓刑，以及参加虐待儿童者治疗课程。他几乎没有在监狱里待过一天。而那个被他残忍伤害的女儿虽然活了下来，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脑部受到的永久性损伤，她如今双目失明，无法行走，也无法说话，智力发育严重受损，需要终身接受全天候的照顾。一个犯下如此重罪的虐待儿童者，仅仅接受了如此轻微的惩罚，甚至在缓刑期间还被允许继续拥有孩子的监护权。他和第三任妻子丽贝卡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就是这次失踪的小伊曼纽尔。当杰克·哈罗的这段黑暗历史被公之于众后，整个案件的性质彻底清晰了。公众的愤怒被点燃，人们质问司法系统为何会如此轻易地放过一个对婴儿施加酷刑的罪犯。现在，当他的另一个儿子离奇失踪，并且他再次上演一出悲情父亲的戏码时，几乎没有人再相信他的说辞。警方显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不再相信那套漏洞百出的绑架故事。调查的方向只有一个，小伊曼纽尔很有可能已经遭遇了和他姐姐类似的，甚至更加不幸的命运，而凶手就隐藏在那对看似悲痛欲绝的父母之中。所有的线索最终都指向了卡巴松那栋偏僻的房子。决战的时刻即将来临。2025年8月22日，距离伊曼纽尔被曝失踪整整8天后，圣贝纳迪诺县警方的重案组和特警队包围了哈罗夫妇的住所。在邻居们震惊的目光中，身穿睡衣和短裤的杰克和丽贝卡被警方带出家门，押上警车。他们脸上没有了在镜头前的悲伤，取而代之的是麻木和呆滞。当天晚些时候，圣贝纳迪诺县警长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向公众揭示了案件的惊天逆转。声明中写道，根据证据，调查人员确定，在尤凯帕市的绑架案并未发生。据信，伊曼纽尔已经死亡，寻找其遗骸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杰克·哈罗和丽贝卡·哈罗因涉嫌谋杀被逮捕。这对夫妇被控谋杀了他们7个月大的亲生儿子。尽管警方为了保护调查的完整性，没有公布所有证据，但根据多家媒体从内部消息源获得的信息，拼凑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据媒体报道，调查人员在哈罗夫妇的家中发现了大量血迹。
对于一个无法自主行动的婴儿来说，大量血迹的出现几乎可以断定发生了极其恐怖的事件。更诡异的是，消息人士称，家中所有关于小伊曼纽尔的照片都被移除了，他所有的衣物、玩具等个人用品也消失不见。这似乎在暗示，有人在刻意抹去这个孩子曾经存在过的一切痕迹。这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伊曼纽尔究竟是什么时候失踪的？许多亲戚朋友在接受调查时都表示，他们已经有好几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个孩子了。还有报道称，就在所谓的绑架案发生前几天，有人看到杰克和丽贝卡在一家五金店试图购买一把手提往复锯。虽然当时那家店没有库存，他们未能买成，但在谋杀指控的背景下，这个行为的动机让人不寒而栗。此外，早在所谓的绑架案发生前几周，就有人看到哈罗夫妇出现在 Big Five 的停车场，当时他们向店员打听停车场是否有监控摄像头，借口是他们的车被闯入了。这似乎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踩点，目的是为了编造一个没有目击者、没有监控的完美犯罪现场。逮捕之后，案件又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杰克穿着橙色的囚服，被侦探带到了距离他家约22英里外的一处高速公路旁的荒地。他似乎在向警方指认抛尸地点。警方随即出动了狮犬，在该区域进行搜索，希望能找到伊曼纽尔的遗骸。然而，经过一番搜寻，最终一无所获。就在杰克配合警方搜寻的同一天，他的妻子丽贝卡在狱中接受了一家报纸的采访。在采访中，他依然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并坚持认为孩子是被绑架的。他表示自己不会放弃，会一直守护自己的宝贝。这对曾经在镜头前统一战线的夫妻，在铁窗之后似乎已经分道扬镳，上演了一出互相推诿、各自保命的戏码。杰克似乎想通过合作来换取宽大处理，而丽贝卡则死死咬住最初的谎言不放。杰克和丽贝卡的被捕让这起案件的性质尘埃落定，但他留下的疑问和伤痛却远未结束。对于社区而言，他们从最初的同情和恐惧转变为被欺骗后的愤怒和对孩子的深切悲痛。一位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说：“这让我更难受了，你怎么能对一个无辜的孩子做出这种事？”对于司法系统而言，此案暴露出了一个巨大的漏洞。一个有严重虐待儿童前科，导致亲生女儿终身残疾的罪犯，为何能如此轻易地获得缓刑，并继续拥有对其他子女的监护权？如果当初的判决能够更加严厉，小伊曼纽尔的悲剧是否就有可能避免？对于案件本身，最大的谜团依然悬而未决，小伊曼纽尔的遗体究竟在哪里？私家侦探史蒂夫·费舍尔在分析此案时指出，南加州夏季的高温和野外的食肉动物会极大地加速尸体的分解和破坏过程。如果孩子失踪已有1个月甚至更久，寻找遗骸将变得极其困难。但他也强调，训练有素的狮犬甚至能嗅出100年前的遗骸气味，只要坚持搜寻，就仍有希望。杰克带警方去的那片荒地，究竟是他真的记错了位置，还是在故意戏耍警方，拖延时间？又或者它只是整个残酷计划中的一环，而真正的核心秘密还锁在丽贝卡那个坚称绑架的谎言背后。我们看到，杰克在2018年的虐童案中就曾将责任全部推给当时的妻子。如今面对谋杀的指控，他似乎又在故技重施，试图将丽贝卡推到台前。而丽贝卡的坚持是出于对丈夫的恐惧，还是她本人就是这场悲剧更深层次的参与者？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只有在未来的法庭审判中才能被揭晓。但无论结果如何，一个年仅7个月的生命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他来不及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就陨落在了本应是他最温暖港湾的家中。小伊曼纽尔·哈罗的案件是一个由谎言、暴力和系统性失职共同酿成的悲剧。它提醒我们，最可怕的恶魔有时并不在黑暗的停车场里，而是隐藏在家庭的4壁之内，戴着伪善的父母面具。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持续关注此案的进展，期盼正义最终得以伸张，也期盼那个无辜的灵魂能够早日安息。感谢收看本期案件，愿真相大白，逝者安息。我们下期再见。